苏乐，一大早慌慌张张的去干嘛呀？阿苏乐不见了。世子已经离开南怀了。什么？帝都使者昨夜带了皇帝的手谕，急召世子前往天启。使团天未亮就已经离开了。那国主没有阻拦吗？你们不是还想从他身上得到天驱呢吗？那是大印皇帝的手谕，国主难道撕了不成？倒是你，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不愿成婚的人是你，现在他走了，舍不得啊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和他是朋友，一直都是。只是他说也不说，就去了天启，我有点担心他。是啊，此次他去，路途遥远不说，到了天启，大概又要陷入皇室的明争暗斗里了。世子心里又是个柔软的孩子，恐怕免不了受苦。慢走，好吃再来啊。姑娘要点什么呀？老板，哪个是南怀有，但是天启没有的呀？哎呀，哪有什么是天启没有的呀？不过，这个翠冬枣啊，颗颗都是精挑细选，入口香酥，回甘浓甜呐。姑娘要不要来一点啊？好，那就都先来点。哎，好嘞。我这胸中堵着一口气。陛下召吕归臣去，猜得到，是想利用吕归臣天驱宗主的身份，逼长公主还政。我恨的是，费尽心机，我握在自己手中的棋子，却下在了别人的棋盘上。裴九侯，我不吃那些东西了，我要吃番薯，你喂我。世子，这么大了，自己吃去。不，我就要你喂，你喂我，你不喂我，我就不吃了。哎，你喂我吃，我要你喂我，你快喂我，你喂我，快点。不吃就不要吃了。世子，出去。走，咱们出去吃。国主是为世子之事而烦扰，臣妾看来，我们下的棋更远了。世子是个心里柔软的人，让他留在身边很容易，让他为人所用就很难，除非能控制他的心。而牵制世子之心的人，就在我们的身边。你是说雨然？臣妾愿意陪同雨然一起前往天启。如今的天气，因无意一手遮天，就算皇宫里怕也安宁不了多少日子。你不怕？臣妾不光只是帮助国主，
更是帮助自己。青州路远，但我终会回去。你要是走了，孤在这城里，那就真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。那天我问国主，我对国主来说算什么？其实臣妾早知道答案。你身为一国之主，心里仍有一片极寒的地方。臣妾也是如此。快点，来，回来。哎，起来！将军死了，铁链打开，把他拖出去。来，帮个忙。先生是买通了我的亲兵吗？大摇大摆地在这里浇水，他们竟然全然不知。我是来道别的，临别之前帮你浇浇花。先生要去哪儿？大宗主在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先生的消息真是灵通啊，远胜于许多朝中之人。帝都的使者一进城，我就留意到了，只停留了1夜就折返，甚是蹊跷。我跟了上去，发现我们天区的大宗主居然坐在警车之中。百里景洪没有阻止吗？使团带来的是皇帝的手谕，百里景洪断然不敢违抗。在我看来，蹊跷的不是使臣，而是皇帝的这个决定。背后似乎有人在推动着。待我到了帝都，定会查个明白。宗主的安危就交于先生了。大宗主此次前往，虽有危险，但也是个机会。你想啊，答应皇帝和天区大宗主见面，那我们距离重见天日已经不远了。剑既然选择了他，就由他自己做决定吧。先生最好不要勉强他，我们代替不了他，也不要替他去做选择。
先生以为呢？别跑了。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去天启等你，还不如现在送你一起去天启。你算计我啊！你若不是担心世子，怎么会因为我的一两句话就跑去天启啊？一个女人去看自己的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这么偷偷摸摸的又是做什么呢？你现在是郡主，更应该体体面面的去。切！国主这是怕到手的鸽子飞走了吧？说的那么好听，还不是跟帝都的人一样不安好心。天启是龙潭虎穴，不比南怀。有一个发了疯的狮子，有一个老了还有野心的女人，还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，凶险得很。你要是觉得我盯着阿苏勒不安好心，那就随你想好了。雨然，照顾好世子和郡主，照顾好自己。国主放心，国主处理国事殊为不易，不要太过疲累了才是。雨然，你要走了，我不让你走，你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。谁跟你说我不回来的？我昨晚做梦梦到的，你的寝宫里结满了厚厚的蛛网，地上全都是灰尘。我冲进去找你，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月儿，不要胡闹。好了好了，我过几个月就回来了啊。不，你们都在骗我，郡主不会再回来了。月儿，放手。郡主要走了，我要给郡主送别。走。哎。调长相互，悲喜总无泪，世人间没法简单成灰，情不潇潇。世子，这里便是岔道口，一条通往彭国，一条通往楚魏。臣想征求一下世子的意见。我们就要离开下堂的地界了。世子脸色不太好。我没事，不用挂心。
世子为何在此祭拜？不久之前，我在这里战斗过。我很多青阳的同胞兄弟，还有济公的同袍，他们都死在了这里。原来如此，世子也不必太难过了。那是我第一次上战场。战争是这世界上最残酷的东西。来东路之后，我看了很多兵家之书。烽烟百战录中也曾记录过这里。那时候有过一场著名的彭楚之战，领兵的双方是烽烟皇帝旗下著名的铁丝之车中的2员大将，苏锦深，还有叶正勋，曾经的兄弟。代表不同的诸侯出战，仍然免不了一场残杀。世子身为青阳人，也算是对我们东路的历史很了解了。也许是因为兄弟相残，所以那场仗我记得很深。那一仗，在这乱石堆中，死了足足有上万人。死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死在挚爱亲朋的刀下。枪！驾！世子如此行善，这些将士们的亡灵一定会得以安息的。世子，天色不早了，还请世子决定走哪一条路。为世子安全计取到楚卫便是。是。姑娘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只是被派来照顾世子的人。这些铜镜有凤鸟纹，还有盘螭纹的，比帝都的可有趣多了。帝都的物件都是长一个样子，正好也衬托了帝都的威严，挺好的。都是一样的有什么好？万物有灵，本就该是不一样的呀。停！把他们的头套给我摘了。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以后干活的地方。帝朝要建一条古栈道，把山里面的铁矿开采出来。光是这栈道就已经修了3年。我押送的犯人没有死在路上的，
多半也都死在了石壁上。相比起死在半山不着地，这死在地上不算惨吧？看好他们，别让他们闲着。都给我看好了，干活快点，麻利点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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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！那边使劲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过来，跪下，快点，跪下，快点啊！从今日起，你们就归老子管了。都是些该死的贼配军，侥幸讨得一条性命，就在这儿好好给我赎罪。如果有偷懒的，老子手上这条鞭子可饶不了你们。听说干爷喜欢耍枪，这杆枪从南怀带来，就孝敬干爷您了。区的吃火缠绕在枪颈，枪锋有9寸，是杆好枪。这是我的枪。来到这里，你这条贱命都是我的，你有什么呀？这枪现在是我的了，而你将是我用这杆枪杀的第1个人。准备绞索，放这群老鼠们下去干活。爷，他怎么处置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铁脖子！国主命我看守这道悬崖已经有10年了，没有1个人能从我手里跑掉。你知道他们私下里都怎么称呼我吗？不感兴趣。那让我来告诉你，他们叫我猎狗。他们以为我不喜欢这个称谓，其实我很喜欢，因为我名副其实。猎狗有什么不好？闻一闻就能闻出你们这帮老鼠身上的味道，要咬死你们，更是易如反掌。可是，老鼠都死了，猎狗还有什么乐趣？大人，让我们干什么？别磨蹭，干什么？下去你就知道了。快点，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这边去。干什么干？赶紧干活！看什么看？赶紧干活！快点！
馆客满了，就只有这一间屋子了。我答应过皇帝陛下要与世子寸步不离的，所以请世子就在此将就一晚吧。世子睡里边的床，我在外面的地上铺成毯子就好。不行，地上实在太凉了。姑娘，你睡床上吧。就一个晚上，合衣而睡也不会着凉的，世子不必担心。只是有一句话一直忘记告诉世子：皇帝陛下当初邀请世子进入帝都的时候，其实并未知道世子即将大婚，还真是抱歉。刚刚那个话是使臣交代给我的，只是我也好奇，世子为何会答应得如此爽快呢？归尘，并不是想去帝都，只是相比之下，我更想离开南怀而已。世子总是为别人着想，是个把事情都放在心里的人啊。只是此行前去帝都要面对的事，可比心里的事要凶险得多。我听说尹无义现在已经陈兵在天启城下了。归尘之前在战场上见过尹无义，说实话，面对像他那样的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世子，你是天驱大宗主啊，你所掌握的是守护整个天下的力量。你们知道我的身份？天驱大宗主的身份一旦暴露，整个东路的掌权者都会知道的。但归尘并不想卷入掌权者的斗争中。我只是希望没有战争和牺牲。皇帝陛下也是这样想的呀。姑娘的身份，应该不是简单的宫女吧？等世子回到天启，自然都会知道的。请世子早些休息。许久不见了，爱喝茶吗？请坐，世子。这茶片刻就好了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你是什么人啊？陈月，雷碧城。幸会了，天驱大宗主。大宗主还是个孩子，可满眼杀气。苏满的仇，虽然说我在南怀已经报了，但你们陈月依旧是我的敌人。那女孩子的事情我听说了，纯属意外。再说，当时我远在北路，对此事毫不知情。自己至亲的人死了，即便是被天帝所杀，也要强行找一个人去复仇，只有这样才能安心，对吗？被天帝所杀。世子，请喝茶。
我喜欢饮茶，因为茶香这东西太神奇了，它最虚无缥缈。你闻到的茶香，往往是自己心里的味道。随着心境的变化，这茶香也随之而变化。世子之急，就如同这茶杯里的血，血干了，生命就结束了。这是你们陈月的秘术，我是不会信的。可世子的病却是真的。这不免让人操心。你说，你来这儿到底想干什么？路途艰险，指引世子，庇护世子而已。世子有着武神的血脉，而且又手执苍云古尺，将来必定是掀起腥风血雨之人。而我与世子是同路人。我是天驱。你们是陈月，我们不是同路人。还有，你们陈月都是一帮丧尽人性的疯子，我绝不会接受你们的馈赠。世子的身体仍然需要陈月的医治，不然，这狂血之症恐怕真的难以熬过这不久的大限之日。请世子不要拒绝。我在帝都有座望山别院，我会在那儿等着你。前方就是天启城了。古往今来，这座城里已经埋葬了太多人的雄心壮志，可一代又一代的野心家还是蜂拥着去向那儿。如今离国数万大军屯驻在天启城外，而城中还有离国恭迎无一的5万雷骑大军。帝都的一半现在都掌握在离国人的手里。天驱大宗主的降临，想来会让他们很有兴趣。天驱大宗主能做什么？很多，这天下等着你号令的人也有很多。可我真的有资格号令他们吗？天驱武士团的大宗主如果都没有资格的话，这天下还有谁有资格呢？一个孩子在草原上流浪，捡到了一柄剑，可不代表他能像剑当年的主人那样南征北战。归尘，有一冒昧的请求。世子，请说。上！奉令核查所有入城者，放下武器。你是想要车中之人？我们得知
逆贼天驱武士团的首领就在这车中，离国公承担着数位帝都的责任，这种人绝对不能放进帝都。你恐怕是拦错了车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对先帝而言，我是女儿；对当今陛下而言，我是妹妹。你说我是谁？恭迎公主殿下回銮。恭迎公主殿下回銮。干嘛？他干什么呢？那么容易？你个丫头，吓哥哥一跳。哥哥知道你今天回来，便一早在这里等候。快让哥哥看看，这一路可还好？多谢陛下记挂，小周好得很，并且还圆满完成了任务。快起来吧，这里又没有旁人。《金龙全传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哥哥竟然对这些野史异闻感兴趣了。这几日，哥哥把关于天驱的记载全看了一遍。可是为什么越看，我越觉得害怕呀？害怕？哥哥怕什么？妹妹，你坐，哥哥问问你。御史台记载，前任天驱大宗主弑君，可是这《金龙全传》里写的很玄乎，说前任天驱大宗主长得凶神恶煞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闯进宫中，一个人杀了100个金吾卫。快告诉哥哥，这个新任的天驱大宗主长什么样子？这个新任的天驱大宗主是个汉州人，你说那有多好看呀？他呀，身高8尺有余，足足有2个我那么高。这样貌吧，虽然说不上是獐头鼠目，但凶神恶煞，确实也不为过。8尺有余，凶神恶煞。看来这一次确实是奇形显昭。那你说我们有了天驱大宗主，是不是就能把尹无义给赶走？哥哥，等了这么多年，小周也知道哥哥的委屈，但哥哥要相信我。自从我第一次在南怀见到世子，我就觉得他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那个人。刚刚说什么8尺有余、凶神恶煞，那都是逗你玩的。真正的世子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文人，但我相信，他就是那个可以帮助哥哥坐稳江山的人。
朕现在就去见他。哥哥莫急，世子现在不在，他进城时跟我说要去见一个朋友，但见完朋友就会回来找我了。我还给了他我自己的玉牌，这样他在宫里就可以行走自如了。你都把世子带到了天启城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带他来见朕啊？世子这个人，你要用他，就要信他。只要你相信世子，世子就会相信你。我相信，世子就是那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人。看来妹妹很相信他。那朕也相信他，因为朕有天下最聪慧的妹妹。这样也好。见世子之前，朕要好好准备一番。姬爷，祝你在戍边的部队里一切顺利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能建功立业。还有，早点回南怀，玉然在等着你。玉然，我就祝你能一直这么开心下去。只要我看着你开心，仿佛这世间的一切事情也都没那么糟了。小二，哎，客官您说，您知道望山别院在什么位置吗？嗨，这附近的人谁不知道望山别院呀？那可是当年高官的大宅啊，只是似乎没有人住了。客人，您顺着这条街一直往下走就可以看到了。谢谢。客官慢走。
说绵羊是猎狗的食物，不是老鼠的。你们这些条贱命怎么配得上吃这么好的东西？可消息刚刚传到，国主最近有喜事儿，本爷让人宰了只羊来烤，算是沾沾喜气儿。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吃啊！俗话说，人活一口气，鬼赊半口米。吃完这顿饱饭，就得用这条贱命好好的干活。都快谢谢干爷！谢谢干爷。敢问国主是什么喜事儿啊？咱们下堂的郡主和青阳世子大婚。废什么话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要不吃，也可喂狗了。阿苏勒，阿苏勒跟百里环郡主成婚了。不是百里环郡主，这个郡主虽不是国主亲生，但国主却对她视如己出，才有了这些给你们的赏赐。是羽然郡主？当然是了。世子，吃完赶紧干活啊！羽然，不可能，阿苏勒，不会的。把他给我拉回来！你想去哪儿？你？我不相信，世子，郡主，人家郡主跟世子结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世子，没准儿，他们现在正在动手。郡主，可不嘛，新婚了，不洞房干嘛呀？你想啊，我也想啊，啊！世子，请看，这天启城街道纵横，它像不像一张棋盘？像。
它也确实是一张棋盘，各种各样的掌权者在这里对弈了上千年，这城中的每一个生灵都是他们的棋子。如果能站得更高，从天空中俯瞰，那可能天下都是一张棋盘，连君王们都是棋子。这就是陈月的想法，自己是棋手，把这天下人当成棋子。我本没想到世子会来得这么快。归尘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先生。知无不答。哥哥，入夜已经1个时辰了，世子怎么还没来？他一定会来的。哥哥要是政务繁忙，就先去，我自己等。哥哥能有什么政务啊？奏折都是送到姑姑案前的。哥哥就在这儿等。刘管说，哥哥试了很多身衣服，最后还是决定穿假见世子。朕若穿免冠冕服见他，便是作为大印的天子，把他看作诸侯般的人物；若是穿常服见他，便是把他看作朋友。最后朕选择穿甲胄见他。朕希望他是可以并肩作战的伙伴。在这帝都之中，我们会有很多仗要打。要论领袖气概，他确实是不如哥哥，但他内心是个特别仁慈的人，所以只要哥哥的仗是正义的，他就一定会陪你打到最后。哎，再跟哥哥讲讲天驱的故事。我从书里读到的那些都给哥哥讲过了，你今晚又想听哪一段呢？就讲他们当年攻破盛唐那一段，年轻人杀了窃据高位、侍卫素餐的老东西，握住苍云古齿剑，跟陈月死战的故事。长公主到。姑姑，这么晚了，皇帝在等谁啊？朕有一位朋友要来觐见，朕睡不着觉，便在此等候。既然是皇帝的朋友，那我也陪皇帝等一等他。他只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人，怎敢劳姑姑等候？你是天下至尊，你的朋友就算今时今日籍籍无名，将来也一定会彪炳史册的。天驱大宗主将来确实是会彪炳史册的，姑姑在这里等他也没有什么不妥。哥哥不用瞒了，姑姑既然都来了，想必是知道了一切。这适逢乱世，尹无意都能在太清宫中走马，天驱大宗主来见见哥哥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？皇帝，你可知道天驱武士团当年被诛的真正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们弑君。陛下，离宫来了。就这儿吧。好。见过陛下。长公主。居然是离国公亲临啊！传闻天驱武士团的历代大宗主都是东路的第一高手，万人之敌。我作为武士，当然想见见。他若愿意为国效力，理当受我一拜。
他若流露出一丝反意，我就立即将他斩杀在这大殿之上。世子的气色看起来并不好，吐血倒是止住了，可是来帝都的这一路，我明显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。我想问先生的第一个问题：我还能活多久？以我之前的估算，你可以活到24岁。但是现在你强行拔出了苍云古齿剑，这剑中封印的厉魂多少会影响到你。这样下去，你应该不到6个月。如果接受了陈月的帮助，我又能活多久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这常人的生命，就像这些木柴，烧得越猛烈，剩下的就越不多了。总有一天，它会人死灯灭。而我陈月的秘术，可以将你变成这篝火，只要不断地添进木柴，它甚至可以生生世世燃烧下去。先生的意思是？也许会永生不死。可那样，怕是要损耗很多的木柴。有很多人会不幸为你去死，也会有很多人不幸为你去活着。世子不是曾经接受过陈月的馈赠吗？归尘想问的第二个问题：先生为我做这么多，那你想让我为陈月做什么？继承我的一切，引领陈月去展开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是因为我的血脉吧？我想请先生让我看看，什么是真正的狂血。世子想去哪里看？去我第一次爆发狂血的地方。那天的事情我完全想不起来了。不是每个人的往事都一定会想起来，但我想要想起来。那天，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。阿索拉，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？那是你16岁那年的事件。小心！那时的事件，也一样是地狱。爸，虽然是幻境，但确实是发生过的真实。无论你怎样努力，都无法改变。16岁的你第一次爆发了狂血。那固然是你不愿意看到和你一起长大的朋友受辱，狂血给你带来了君王的愤怒，君王一怒血流千里。而更为关键的是，那个时候的你危在旦夕，狂血爆发自然会来保护你。你杀死了所有在场的人，除了那个不会说话的女孩，因为无论她多么惊恐，她也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所以他一直都知道，一直都知道是我杀了亲姐姐。是的，他依赖你又害怕你，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。你要不要看看那个死去的女孩？虽然是幻境，但你却能看清她的脸庞。
有些是你自己选择放弃的事。我猜到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全都想起来了吧？你人生里第一个喜欢的女孩子，应该不是现在的女奴苏吗？而是那个被你称作沁姐姐的龙阁卿。那个时候，她是真言族里最美的女孩子。望着她的背影，你就莫名的喜欢。你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。可是自从那一刻，在那一刻之后，你彻底关上了你自己记忆的大门，因为你清楚，在那大门的最深处，一个16岁的少年亲手杀死了他的亲姐姐。所以我确实是一个魔鬼。我害死了身边所有的人。我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。那确实是一种疯狂的血脉，但那却是君王的血脉，武神的血脉。虽然它缩短了自己的寿命，但是你只要善用了那种血脉，你就能成就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功业。也能杀了所有与我为敌的人，对吗？轻而易举。你现在就想杀死我，对吗？是不是？你不愧是天驱武士团的大宗主，其实你全都想起来了。只有引燃你的狂血，才能杀了我，对吗？艾苏勒。
你来了，见到该见的人了吗？没见到，还耽误些时间。不过还好赶上了。这位就是答应的皇帝邀请你来帝都的人。这位是长公主，这位是离国公。千里迢迢，世子辛苦了。吕归臣，见过陛下。前来觐见的，是天驱大宗主，还是青阳世子？我想陛下想见的，是天驱的大宗主。大宗主，这是刚杀过人呐，有意思。世子，御医，快传御医！快传御医！怎么样了？说话呀！陛下，世子的病好像是一种传说中的绝症，但又有些不同，想确诊还要些时日。目前我们用猛药止住了世子的出血症状，但病人仍旧体弱，最好静养3、5日再下床。退下。已经在驿馆给世子安排好房间了。世子是贵客，不可在驿馆中畏惧，就得在宫中休养吧。陛下，世子不宜留在宫中。世子是朕的客人，朕想把他留在家中，还要经过离宫的首肯吗？陛下，世子刀上有血迹，一看就是经过了一番死斗。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杀了什么人。如果把他留在宫中，陛下的安危谁来负责啊？朕的安危，不需要一个外人来操心。陛下，别耍孩子气。既然是天驱大宗主，格外小心是应该的。只不过这位世子也曾在战场上跟离国公你为敌，把他交给你，实在是难以让人安心呐。莫非长公主也想将世子带走？干什么？朕看谁敢把他带走！林无义，你想在这进宫中动武吗？这剑都拔出来了，才问想不想动武？刀剑无眼，陛下要慎之。雷齐退下！离宫非要带走世子，这里谁也拦不住。但世子身体不好，他还需要人照顾。这一路只有我知道他的情况，不如离宫把我一起带走吧。天下只有一个人能拦我的路，那就是我女儿。你是第二个。既然公主执意要随行，那就一起走吧。姑姑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你没懂他的意思，他还是在问我们要军费，你愿意给他吗？那个大宗主值得你打开皇室的私库吗？
陋室休憩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公主如果有任何需要，请随时找人吩咐下去。除了不能放世子走，其他的一切，谢玄都会为公主打点。有这些书陪着我，多待几日也无妨。有劳谢将军了。告辞。省省力吧，来日方长。来，像你这样的我见得多了，满怀的愤怒，拼命的挣扎。你知道结局是什么吗？他们都死了，不用上面的人折磨，自己就把自己给累死了。年轻人，活着才是第一位的。来。这就对了嘛！你看看，我给你藏了什么？刚才呀，你一口肉没吃，就被甘州调回去打了一顿，不值。你下次再看到肉星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。谢谢你给我吃喝。其实，你不管我，我死了也就死了。你替我完成了一个心愿，我只是良心上不忍心看着你死去罢了。老人家，你不要说笑了，我才来没多久，什么时候帮你完成心愿了？我被流放到这儿，人比你久，久到什么时候，我自己都记不住。太多的人在我面前死去，可受饿的我呢，却活了下来。你知道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吗？我拼命的干活，我见谁都点头哈腰，就为了一件事：逃出去。双脚落地一次。可是在这之前呢，我还想吃顿饱饭。今天你跑了，你那份儿就赏给了我。所以托你的福，这是我这些年来到这儿吃的最饱的一次。年轻人，你想活命，我还可以给你指条明路。这下边是条河，但是有石头滩，掉下去，落在石头上就是死，落在深水里就是活，听天由命。你敢吗？哎，甘州啊，管我们叫老鼠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对。我们这些死囚犯在这儿，只有代号，没有姓名。不是老鼠是什么？
其实老鼠也没什么不好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了无牵挂。来人呐！快救人！来人呐！别喊了，这群狗啊，是不会管一个老鼠的死活的。干活！快干活！世子，你醒了。你没事吧？归尘没事。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里就是离国公尹无义的府邸了，只是不是厅堂之上，而是地牢。离国公知道你是极其重要的人，不会轻易就让你见到皇帝陛下的。看来这帝都也不是陛下能全然做主的地方，连公主殿下都和我一起被关起来了。我并不是什么公主，我只是陛下的妹妹。真正有公主头衔的，你刚才也见到了。陛下派你假扮宫女，不远千里接我过来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能帮到陛下什么忙。反倒这一来，好像就捅了大娄子。世子这几日先好好休息，我们很快便能出去了。哥哥还等着你的帮助。一路上有件事情一直没问你，公主为什么觉得我能帮到陛下？就因为我是拔剑之人吗？不仅仅因为世子是拔剑之人，我还知道，世子是当今青阳大军最宠爱的儿子，是未来青阳部的继承人。世子你还有4个哥哥，都生得威猛。可当年单刀斩狼救下大军的却是世子你。我想，世子定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。这些事情，公主殿下怎么知道的？我平日里闲着就爱读书，正史秘文我都读，我可是哥哥的好助手。世子也读我们东路的书啊，只是书读错了，连祭拜也拜错了地点。那日我们路过的确实是古碑口没错，但却不是当年苏将军跟叶将军大战的地方。他们真正开战的地方是在修城边境。可烽烟百战录上就是这么记载的，我没有记错。书里是这么写的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世子可知道他们2人为何而战？为女人，更为一本兵书。这《兵郎之卷》是兵武安国8卷书之一，是极其凌厉可怕的兵法，但在那一战后便销声匿迹了。多年后出土，现在就在这宫中的藏书阁里。出土的地方虽然也是一片乱石岗，但却并不是彭楚卫边界，而是修城边境。公主殿下既然一早就知道我错了，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？世子满心悲悯，那些将士们的亡灵一定会感知到世子的善心的，所以祭拜地点的对错，并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公主殿下不仅聪慧，而且豁达，归臣敬佩。快点儿！别磨叽，快点！那个老人的尸体，你们不去捞上来吗？好歹也入土安葬啊！喊什么喊？每天都死人，我们捞得过来吗？
嘴啊！我割你的绳子去赔他！13年，滚你俩！愣什么呢？快点活！孙大人，不要生气，这个人小子胆大包天，我现在立刻教训他。来人呐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是。去！往干活！任莫走，给我团你们！你小子老实点儿，真要死，跳下去一起去死啊！你放开我！走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要活下去！快点！你一定要活下去！走！13年，滚你俩！看着我，要记得，驯服野狗一定要打，但是打完你得给点吃的，这样野狗才会乖乖的跟着你。是，孙大人果然高明。大人，您明日就要返回帝都了，今夜就让小的好好招待招待大人，无醉不归。大人请。快点，爷，快点，快点！